第28天模擬，如果明年經濟衰退，配息下降，你會怎麼做？寫出因應方案。我們正一步步接近旅程的終點。第28天的練習是將我們之前所有的壓力測試和風險管理聚焦在一個最可能發生也最考驗存股族信念的單一事件上。預見風暴的來臨，制定配息下降的因應方案。今天小陳看到一則財經新聞，指出由於全球景氣放緩，多家龍頭企業預估明年獲利可能衰退。他心頭一緊，立刻想到，如果我最依賴的現金流股利減少了，該怎麼辦？這不是股價波動那種賬面上的損失，而是直接衝擊它被動收入的核心。他必須為這個最壞的情況準備好一份航行指南。這個時候的重要心法是，真正的風險來自於你未曾預料的事件。一個成熟的投資者不會只幻想豐收的景象，而是會提前為可能到來的饑荒準備好糧倉與備營計劃。執行的方法是針對現金流減少進行情境模擬與決策規劃。同樣的，在平靜時寫下應對方案，讓未來的自己在面對壓力時能有所依循，這是紀律，避免做出非理性的決策。例如，在失望下賣出資產。小程的配息下降因應方案，他寫下了標題：當我的高股息 ETF 宣布配息下降15%時，我的行動方案。第一步，診斷原因，理性分析，取代情緒反應。這是感冒還是癌症？問題，這是系統性問題還是個別性問題？如果是因為全球或全國性經濟衰退，導致大多數成分股獲利同步下滑，這就是系統性問題。這通常是暫時的，因為經濟會循環。因此，請啟動堅守模式。問題二，我持有的 ETF 本身出問題了嗎？檢查是否因為 ETF 調整的選股策略、費用率提高，或是追蹤誤差持續擴大等自身因素導致。因此，啟動檢視模式，對照我的賣出原則。第二步，執行你的分層防禦策略，根據診斷結果。情境 A， 系統性問題，經濟衰退。調整好自己的心態，明白經濟循環是常態，接受現金流暫時減少的事實，接受現實。提醒自己，我存的是資產，會生蛋的雞，只要雞還在，未來就能繼續生蛋。現在的目標是保護並盡可能增加資產數量，聚焦資產，而非當下的現金流。因此，我應該繼續執行定期定額。因為經濟衰退通常伴隨股價下跌，此時買進能有效降低平均成本，就是坚持原計劃。將配息下降視為市場给予的壓力測試，能通過此考驗的標的，才是真正值得長期擁有的核心資產。調整心態，視為機會，因為經濟暫時不佳而賣出資產，無異於在冬天砍掉會落葉的樹，放棄了來年春天的發芽機會，所以絕不賣出。情境 B， 個別性問題 ，ETF 本身體質變差，對照第19天建立的標準，檢查它是否變壞了，啟動賣出原則檢核。若確認變壞，就果斷執行停損，將資金轉入更可靠的核心標的，如0050或其他體質健全的衛星 ETF。第三步，強化你的財務體制，檢視你的緊急預備金，確保你有足夠的現金緩衝，例如6到12個月生活費，讓你在現金流減少時也能從容生活。思考是否能發展其他收入来源，多元化現金流来源，降低对单一股息现金流的依賴。完成這份防禦計劃，你將獲得一種深層次的安定感。小程感覺自己又通過了一次重要的成人禮，他不再恐懼現金流減少的可能性，因為他已經為各種可能性準備好了劇本。他是在管理他的投資，而非被投資牽着鼻子走。從被動接受到主動管理，他更加理解存股的終極目標是在数個經濟循環後累積龐大的資產，過程中的現金流波動只是這條長路上的必然風景。這只是信念深化的測試，你會更清楚自己投資的究竟是穩定配息的表象，還是一家能穿越經濟循環的堅實企業集合。這份方案的核心目的是防止他在現金流暫時減少的恐慌下
做出賣出資產這個會永久損害長期複利的錯誤決策，保護了長期複利。你理解經濟循環是常態，這才是真正的長期視野。你的任務不是避免衰退，而是在衰退中存活下來，並變得更強。他將這份配息下降因應方案歸檔到他的風險管理章節中，與波動應對指南放在一起。他深知這份方案將在未來某個股息不如預期的新聞發布日成為他最強大的後盾。如果明年經濟衰退，企業獲利下滑，配息下降，投資人最該做的一件事是先確保你能夠活到下一個景氣循環，而不是硬撐在錯的地方。以下是一套正確認知及因應方案。正確認知是明白景氣循環是常態，不是意外。一、配息來自獲利，不是憑空生出來的。如果企業賺得少，那麼配息自然降，不要埋怨，這反而是企業負責任。二、長期投資會遇到多次衰退，判斷自己是否具備穿越風暴的資產配置。三、重點不是股息多少，而是公司能不能活下去。能夠活下去，未来還有機會；活不下去，息也沒了。四、衰退是篩選企業與投資人的時刻。好企業在復甦時會變得更強，但是弱公司則被淘汰。因應方案是活着才是勝利。一、安全為先手，嚴控資金槓桿與借款，目的是避免被迫斷头賤賣，增加現金流儲備6到12個月，目的是保命，避免恐慌。適度提高防禦類資產佔比，目的是分散市場下行風險。可觀察現金股、公共事業、醫療、必須消費。二、調整投資標的化。原來的狀況是高負債、高成長，但是沒有獲利，那麼衰退時最危險，可能要減碼。原来的狀況是過度依賴景氣循環的公司，那麼風高浪大就會容易翻船，可能要減碼。新配置的重點是穩定 ROE、低負債、自由現金流強，可以保證配息的能力。新配置的重點是長期護城河、垄断特许、品牌不容易被取代。三、善用低潮布局攻。衰退時等於便宜貨再上架，但是前提是你手上有子彈及現金。行动的原則還是要耐心分批買，越跌越小步，而且聚焦龍頭與確定性產業。四、紀律與心理建設。心不為短期股價配息起伏情緒化，不埋怨市場，而是適應規則。最大風險是看對長期卻中途下車。我的投資需要調整優先順序：一、保命風險控管現金流；二、保本避高風險標的；三、再成長逢低布局龍頭。衰退不是危機，是轉換資產的好時機。總之，不要為了現在的股息犧牲你未来的財富。如果能夠活過衰退，就是最佳報酬。給您的敬佩與祝福，您所準備的正是絕大多數投資者會忽略的最壞情況。這種未雨綢繆的智慧是您與眾不同的關鍵。請記得，能承受多大程度的失望，才能承載多大級別的財富。您今天的練習正是在擴充您承受失望的能力。當您連現金流減少都不再恐懼時，市場上就幾乎沒有能動搖您信念的事情了。祝福您，憑借這份深謀遠慮，無論市場晴雨，您都能氣定神閒，穩坐釣魚台，讓時間和複利成為您最忠實的盟友。市場的報酬是付給那些在別人恐慌時仍能堅守計劃的投資者。你今天的準備決定了你未來在風暴中的姿態，是狼狽不堪，還是從容不迫。第28天晚，這一天，小程為他的現金流堡壘築起了最後一道，也是最堅固的一道防波堤。